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乌鸡六兽 TV Show。2020年接近尾声，回看这一年的影视剧市场，可以说是遗憾与惊喜并存。在《清平乐》《幸福》触手可及等高期待大 IP 扑街的同时，也不乏有低调开播却让观众大为惊喜的作品。近期多家主流媒体共同评选出了2020年度的全网国产剧前10名，大家一起来看看有几部作品是你意料之中的呢？第10名，三叉戟。三叉戟的收视率其实有些差强人意的，剧情逻辑都有漏洞，但陈建斌、董勇、郝平这3位实力派戏骨的演技却让人无法忽略。该剧是根据作家吕征的同名小说进行改编的，因为原作者有亲身经历，所以所做的剧情更加真实，只是改编后的剧情在感情线的描写上显得有些啰嗦和无脑了。如果没有这点缺陷，三叉戟的网评也会更高。别瞧不起老同志，咱们当了半辈子警察了，得有个样儿。是想跟您3位学东西，真东西。金针警察呀，每天面临的可能不是生死危机，面对的可能不是亡命之徒，这是更危险的没有硝烟的战场。警察行动永远要有警察的气势，丢了气势，命就悬了。第9名，棋魂。棋魂刚收官不久，余文还在，与风犬同样都是小成本网剧，没有什么大牌流量。主演之一的张超甚至早前还被调侃早已过气，但作品的质量和演员的名气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。该剧的热血剧情感染到了不少漫画迷，主演的演技也得到了原著粉丝的认可。如果棋魂在宣发上可以重视一些，或许现今的成绩会更上一层台阶。围棋能当饭吃吗？不上学去下棋，天大笑。最终能获得职业段位的只有24。没有这个天赋，你就趁早认了这个命。我好好跟您说，管用吗？围棋是体育吗？我只想再来。我特别想知道，为什么围棋能让你们这么执着？围棋只有2个最简单的规则，却有10的170次方整复杂的变化，比整个宇宙的原子数还要多。还有什么比围棋更有意思的事儿吗？第8名，风犬少年的天空。风犬少年大概是2020年最亮眼的一匹黑马了。开播前火到无人认识，全剧唯一一个脸熟的面孔就是彭昱畅。但就是这样一部不被看好的小成本校园剧，最终却奉献了不少热门话题。有关于青春的选择和遗憾，引发了不少观众对此共鸣，可谓是校园题材中的良心剧。每一个人的17岁都应该有一个梦想，哎，更何况我们是个青春片儿。那我们的梦想是啥子啊？养个为是好难想哦。人有梦想好累哦。第7名，以家人之名。在该剧中，宋威龙、谭勋玉饰演的角色本是兄妹，但长大之后，这种兄妹情却演变成了爱情，而且3个人还上演了一出玛丽苏三角恋。加之前女主的闺蜜对男主颇有好感，这场三角恋又变成了4角恋。在这部剧中，似乎每2个人都能组成一对 CP。不过，虽说以家被扣上了狗血偶像剧的帽子，但并不影响它的高收视。家长里短，夹杂的复杂的多角恋，看起来糟心乱套，但观众就喜欢这种狗血的设定。张新成通过这部剧收获了更多人的喜爱，而谭松韵也被调侃是暴。咦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放我下来呀！这学校要来把我巡逻。你知道你有多矮吗？我哪里矮？我1.62米。说实话，
好，1.6米，1.6米，1.6米怎么了？我爱着你了。爱着我？我爱着你什么了？第6名《30而已》，女性群像在2020年的影视市场占比还是比较大的，但最能引发大众共鸣的当属《30而已》了。尽管距离该剧结束已过了3个月之久，但剧中人物的热度依然没有消散。许幻山的扮演者李哲峰因剧走红，参与了《追光吧哥哥》的录制，林有有的扮演者张悦也知名度大涨。《30而已》不仅成为了女性群体剧的代表，也成就了多名演员。老公，什么这是？我写的，而且已经在网络上发表了。真假的？真的。今天这个网站的编辑突然找我，要帮我出书，他们还说有影视公司想花200多万买这个小说的版权。我想让你先看完这个小说的内容，然后由你决定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个小说里面的内容跟你有关系。先别看了。干嘛呀？我也不着急。赶紧收拾收拾，早饭马上好了。老婆，你那小说我看了，我觉得写的挺好的。你要想卖就卖。我看完你那小说，我觉得之前第5名《隐秘而伟大》，央视平台的受众群体广泛，覆盖了各个年龄层，只要作品的剧情质量说得过去，收视率基本都不会太难看。上星央视的《隐秘》并没有浪费这个有利的条件，在此基础上，凭借严谨又不失搞笑的剧情，成功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，并成为上星剧里唯一一部评分人数破10万、评分破8的剧作。第4名《琉璃》，琉璃的售后属实差了点意思，相比杨紫与李现的《亲爱的》，在剧结束1年后还能梦幻联动的做法，袁冰妍以诚意这对银幕 CP， 在剧集热度正盛时黑脸接棒，不知伤了多少粉丝的心。不过抛开演员的恩怨不谈，琉璃的剧集质量在仙侠题材里也算是名列前茅的。不得不说，欢瑞对自家公司旗下出品的影视剧还算用心。1.1分的评分虽然不算太高，但该剧在热播期获好评不断。最重要的是，鹿晗的演技在剧中得到了体现，他的糟糕口碑也因此成功逆转。和相近的角色出演，往往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穿越火线的成功多是取决于鹿晗自然不做作的演技。第2名《隐秘的角落》，隐秘的成功弥补了秦昊入行10几年始终无法大红的遗憾。虽然只有12集，但全剧一环扣一环的剧情高能不断，坏小孩的设定大概是整部剧的最大的看点，而且对观众来说也是猎奇新颖的存在。因为国产剧不可以对未成年的恶刻画的过于明显，所以隐秘的大部分剧情是比较隐晦的，但这并不影响该片成为国产悬疑剧中的佼佼者，高达8.9分的评分也是名副其实。那人是怎么掉下去的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我帮你打一下。好了吧？好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1人1万块钱。我们要30万。什么？你们有没有特别害怕失去的东西？朝阳是个好孩子。别忘了吃药，给你放医用包里了。这个故事
还有另外一个版本。你儿子是个杀人犯，大人的事你懂什么？以后等你长大，你就能理解了。等你们长大就明白了。不明白也得明白。你快走啊！就是因为你们，我的生活全毁了，什么都付出了。我给你们钱，让你们住我的房子，我还不仁至义尽吗？为什么还骗我？如果没有你的警告信，他们都不会死，我也不会走到今天。朱朝阳，你只是懂他。但真相远远要比童话残酷。第一名，《沉默的真相》悬疑剧在影视市场其实算是小众题材，不比言情偶像剧受众广，但2020年的悬疑剧作却惊艳了整个市场，尤其是迷雾剧场出品的几部单元剧，不得不让人拍手叫好。白宇在《沉默的真相》中的表现，对于观众来说是最大的惊喜。从前期对自己热爱的事业充满憧憬时的意气风发，到最后被现实残酷所击垮时的落魄，白宇对于角色前后期性格塑造的反差之大，对于观众来说很是震撼。原来他并不是只会演偶像剧的流量小生，虽然开播前并无太多关注，且率先播出的隐秘的角落将悬疑剧的台阶抬得太高。本以为《沉默的真相》并不会掀起太大的水花，没想到最终会收视口碑双丰收，并力压隐秘。这个案子先到此为止吧。我不会放手的。也许一开始调查的时候，我确实是犹豫过，但我后来知道了这么多真相，根本就不可能停下来。死者江阳曾是平康县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。整个案子我都摸得差不多了。你要是信得过，后面的都交给我。直到案子背后的你们浮出水面，我才明白你们更孤独。2020年度全网10佳剧集，有几部是你心中名副其实的口碑佳剧？又有哪些是你觉得差强人意的呢？其实相比前2年，2020年整个影视市场的氛围都太过低迷。不过，虽然无能比肩《延禧攻略》、香蜜的大爆剧产出，但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年来影视剧作的水平是有所提高的，而观众对于电视剧的质量也有了更高的要求。希望市场能顺应观众的需求，产出更多高质量的作品。不知道在2021年会有哪些惊喜口碑剧在等着我们？